大家好，我是仁謙，歡迎來到我的頻道，讓我用各傳佛教的師資學歷、數百萬字的翻譯經驗、10年來的教學經驗，與你一起聊佛辯經。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是《金剛經》的最後一句話震驚世人，連六祖慧能聽完都開悟了。上次我們聊到《金剛經》的時候呢，談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的這一段經文。裡面我們提到了釐清真相與事實的差異。在那一集影片，我記得在留言處蠻多人提到說，覺得應該要用真相與觀點來做差異。那對於我為什麼使用真相這個詞呢，有很多的困惑。其實主要原因在那一集裡面我很明確的提到，現在一般我們在討論公共議題的时候，我們對於真相與事實的解釋，因為真相的背後有所謂的價值觀，很多時候價值觀，如果我們只說價值觀有不同，是沒有辦法呈現出客觀現象。很多時候有一些價值觀真的就是它比較接近事實，有一些價值觀呢，它比較沒有那麼可靠。比如說，可能自由主義比某些主義更好，這是一個價值觀，同時它也被驗證，所以它是有一種介於事實跟介於觀點之間的某種狀態。而我們人往往會受到影響的都是這種狀態，所以當時呢，我才使用了現在比較聊這個公共議題的時候流行的用詞事實跟真相來解釋這件事情。《金剛經》這部經典，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句子非常有名之外，它更有名的一個收尾，其實就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無事觀的這20個字。短短20個字，蘊含着足以撼動生命理解的力量。傳說中國佛教禪宗的重要大師六祖慧能就是受到這部經典的影響。在宋代溥濟所寫的《五燈慧源》描述到慧能大師呢，他的俗姓姓盧，他在3歲的時候呢，父親就過世了，母親守寡將他養大。然而呢，他家境非常貧寒，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樵夫，到山上砍柴之後呢，把這些柴木背到市場中銷售。某一天，他聽到有人在念《金剛經》，聽到這個《金剛經》的內容包括因無所住而生其心，以及《金剛經》最後的這個段落之後呢，深受感動，就問了這個念經的人說：“這是什麼啊？你從哪裡得到的？”然後這個人告訴他說：“哦，我在讀的是《金剛經》，是從黃梅弘忍大師那邊得來的。”所以因此呢，六祖慧能就告訴他的母親，他想要去找弘忍大師修行。這就是開啟了六祖慧能的求法之路，也是中國禪宗的重要轉折。從六祖慧能以後，《金剛經》就成為了中國禪宗最重要的經典。其實我們現在常念的這個《金剛經》是鳩摩羅什翻譯版本的《金剛經》，裡面是一切有為法，他用了夢幻泡影、露跟電6個譬喻來形容，我們稱之為叫做六喻版。然而實際上同一部經典呢，有玄奘的翻譯版本、意境的版本跟藏文的版本。我一次把這3本放上來，但我只念玄奘的版本。玄奘的翻譯版本是諸和合所為，如星羿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所以它總共用了9種譬喻，跟這裡所用的6種譬喻不太一樣。如果你對於中國佛教的經典有一點理解的話，你應該就會知道鳩摩羅什的翻譯特色在於他很敢於直接刪減經典，而且取出裡面的精華，重新去做解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閱讀的經典都是羅什的翻譯版本的原因。如果以翻譯的嚴謹度來看的話，可能玄奘版跟意境版更加嚴謹。然而以便於閱讀、易讀的角度來看的話呢，羅什的版本其實流通性更強。羅什的版本裡面截取了6種譬喻，帶有它的意義。他選用這6種譬喻，其實就在描述人世間的2種現象。一切有為法的這個有為，指的是生活中所有因緣和合，也就是在某些情況下才存在，這些情況消失就見的這樣的事物，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切，基本上呢，它都有2個面向，3個譬喻用來形容第1個面向，3個譬喻用來形容第2個面向，構成了6個譬喻。首先，我們人世間的一切是無常的，它是不同變化的，如夢、如電跟如露是在形容無常的這個面向。其次，如泡、如幻跟如影是在描述因緣和合的這個面向。佛陀引導我們看透世界的根本特性，這2個就是無常跟緣起。它其實不是抽象的一個哲學，而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一個生命真相。首先我們談談無常。無常我們都知道嘛，就是過去的事情已經消失，現在存在的很快就會消失，未来出現的事情它也會消失。無常指的是一切都不停的在變化的這個真理。如夢一般指的是過去的無常，夢境有很多的特性，但是在《金剛經》的這個脈絡下呢，它主要指的是過去的虛妄不實。我們在夢中不論經驗的多真實，你什麼時候會知道自己做夢呢？就是醒過來的時候。所以我們對於夢的理解往往都是它是一件過去的事情。當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情是夢的时候，這個就是它已經結束的時刻，這就是夢的特質嘛。所以如夢象徵的是人世間的一切，它無常變化，過去的一切都是無常變化的。
不但過去是如此，現在剎那當下的一切也是無常的，就如同電光一樣，閃電出現的時候是一剎那的，雖然強烈，但是短暫，有強大的能量卻無法持續。我們看到它的當下，它就消失了。神經科學其實發現我們所謂的現在其實是大腦對約200毫秒內信息的整合，而這200毫秒其實就是如閃電一般稍縱即逝的。所以我們的每個當下，它也是无常的，它也是不停在變化的。那麼如露則是描述未來的無常。早上的這個露水美麗而短暫，非常的脆弱，它在某一些條件之下，包括溫度、濕度等條件才能形成。可是太陽一出來，它必然会蒸發。我們對於未來有很多的計劃，可是我們卻沒有意識到未來很多事情也是無常变化不已。所以如夢、如電跟如露就是在描述一切的萬事萬物，過去的也好，現在的也好，未来的也好，它都是无常的。然而对於無常的關注，其實不是《金剛經》最核心、最厲害的那個特色。《金剛經》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對於因緣的關注，也就是萬事萬物是由緣起因緣組合而成的。這個地方呢，描述到因緣的時候，主要用了如泡、如幻，還有如影這3個譬喻。那我今天想要特別側重在先從這個 Hello， 我們團隊在2025年5月即將上市的最新作品 iMandala App 是一款融合古老靈性智慧與現代生活需求的個人療癒系統。梵文中 Mandala 意為圓，象徵宇宙與生命的圓滿完整，如同曼陀羅一般從中心向外延展。iMandala 將引導使用者一步一步重建內在連結，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找回身心靈的平衡與智慧，探索生命各層面的圓滿可能。我們以心靈觀測站、禪師不打坐 Line@ 的實修經驗為基礎， iMandala 精煉出6大生命核心要素，並針對個人差異，從超過100項精心設計的平衡與鍛鍊工具中，為您推薦最契合的身心靈療癒方案，協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以更簡化、更直觀的工具重拾內在平靜。iMandala 提供的多元化工具包括個人特質深度探索，揭示您的天生特質與隱藏潛能；每日能量指引，覺察日常能量流動與機遇；系統化冥想練習，培養心靈韌性與內在智慧；知識學習與整合，在忙碌中創造寧靜空間，重新與真實的自我建立連結。邀請您與 iMandala 一同踏上探索自我、啟發成長的旅程。如泡這個譬喻來做一些細節的解釋。水泡呢，它的存在在家裡面，你打開浴缸放水，然後你把那個水一直放，你就看到泡泡出現。泡泡的存在就是在當下是有很多条件形成，這個條件在佛教術語就叫做因緣，需要有水，需要有空氣，需要有表面張力，很多的因素才能夠組成。然而這裡面的一個因素只要消失，比如你把水關起來，泡立刻就消失了，代表的就是什麼？就是萬事万物它都是因緣構成而暫時存在，一旦因缘改变就会消失。神經科學也对这件事情做出了一個描述，就是說我們人的所謂的自我跟現實感，其實是大腦受因緣影響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幻覺。神經科學家發現大腦中有一個負責產生自我感的一個神經網絡，當這個網絡活動減弱的時候，比如禪修的時候，精神分裂等等情況下，自我這個感覺就會消失。所以所謂的自我的這個感受，其實就像泡一樣，當你開着水在流的時候，泡泡就出現；你把水一關掉，自我感就消失。大腦裡面的神經網絡活動，它很 active， 它很活躍的時候，我們就有這種自我感受。可是它失去運作的時候，我們的自我感就會消失了。不但如此，我們人認為的自由意志，我們的決定，其實全部都是因緣條件所影響的。我們以為我們有自己的決定，我們以為我們有自由意志，但這其實都是受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包括我們的身體狀況，包括我們受到的一些無形的暗示，包括如果你看一些電影就知道，很多的像這種廣告啊，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在影響着我們的決策。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受因緣條件所影響的。水泡非常精確地描述了我們的存在本身是受因緣條件影響的這件事。除了水泡之外，還有2個例子也很明確地描述了這件事情，就是如幻跟如影。什麼叫幻呢？幻是在佛經裡面叫幻術，幻術就是一般會牽涉到幻物跟幻師。印度文化中描述的幻術是把某個東西變成另外一個東西，比如說這邊有一根棍子，然後幻師下咒之後，它就變成看起來像一匹馬，它將某個東西變成另外一個東西，也就是放大或是扭曲它。而我們人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特別是現代經過廣告啊、社交媒體濾鏡啊等等的東西，都將許多非真實的事物創造出來成為我們的體驗。很多時候我們的體驗都是幻象。所以如果說如泡側重的是事物本身因緣組成的暫時存在，如幻側重的就是我們的感知，你所認為的、你所看到的、你所聽到的都是因缘條件創造出來的。
不足為信。第三個也是6喻中的最後一個譬喻，如影，則完美的說明了事物互相依賴的一種表現。影子的存在必須要有一個物體跟一個光源的組合才會存在。同理，我們人在社交生活中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也好，所創造出來的各種的影像，我們創造出來的自我，其實也是各種條件創造出來的。所以如影呢，它更側重的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的身份認同。如泡關注的是生命本質受因緣條件的影響。如幻關注的是我們的經驗是受因緣條件影響的，而如影關注的是我們創造的自我認同，我們創造的身份都是受因緣條件所創造與影響的。我們对於佛經的理解呢，就不能停留在只是哲學觀念的理解哦。聽到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覺得哦好美哦，好哲學哦，然後對你生活如果沒有任何影響與幫助的話，效益不大。所以呢，今天我會提供2個我自己覺得不錯的搭配我們剛剛講的6喻所產生出來的禪修方式或者練習。第一個基礎練習是如夢的一種練習，每天醒過來之後，你可以試試看，如果你有做夢的話，回憶剛剛的夢境，注意到夢中的情緒跟體驗是如何的真實，但醒過來之後，它又不是真的。我們可以去觀察夢中的自己跟醒來的自己有什麼不同。這個問題你不會有一個答案，但是僅僅是開始練習觀察，你就會開始對於自己生命不停的在變化有更多的關注。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地方是要觀察到自己生命是無常而不停變化的這個事實，而不一定要得出一個客觀的結果。你也可以練習每天寫一點日記，比如說每晚睡前，你用手機也好，任何東西也好，寫下當天3件重要的經歷，然後過1天你再回去看，過1周你再回去看，甚至於過1年，過了5年你再回去看，你都會發現當時的想法竟然是那樣子，而現在我卻沒有這種感覺了。這一種對於過去如夢的體驗，它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結果，就是你會意識到我的生命真的是不停在改變。而對於過去的如夢的體驗，你可以把它用到現在，這是第3步驟。當你的生活中出現了強烈的情緒的時候，提醒自己，這種感覺都會如夢一般的過去。當你生活中出現了成就或是失敗，不論是好或是壞，都提醒自己，這都是如夢境一般，它也會成為過去的。但這一個提醒是需要建立在剛剛講的那2個，就是你已經對於生活不停改變這件事情的觀察變得很敏銳之後，堅持如夢的這種禪修練習可能會帶來以下的正面結果，包括減輕對過去的執着和懊悔，面對困境時能夠增強自己的心理韌性，培養享受過程而不執着結果的生活態度。如果你對於這個如夢的練習掌握的較為熟悉的話呢，或許你可以試試看的進階練習是對於如影的覺知。如影我們剛剛提到嘛，影指的是我們的身份、我們的社會認同、我們的自我認同是受許多因緣條件影響的。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試試看去反思自己的多重身份，包括自己的社會角色，比如說自己是孩子、是父母、是職業身份、是社群某某的成员等等等等，然後開始思考我是這個角色是為什麼。比如說我現在坐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是因為我的老師給予我的建議，是因為有佛教我才有辦法在這邊分享這些東西，也是因為有你的觀看我才有辦法在這邊分析。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如果移除掉這一些社會地位，移除掉他人对我的期待跟他人賦予我的責任，我還剩下什麼？這是一個比較哲學性的問題。那當然这個答案其實沒有一致的，可是這個過程會達成2個效果。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開始對於自己的很多身份其實只是因緣創造的有一個觀察，我們不會反過來被這個身份給綁架。其次我們會發現到慢慢發現到那一個去除掉所有因緣條件之後自己內心真正重視的東西。那另外一種衍生出來的觀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比較不是剛剛講的這種哲學性的觀察，比如說記錄到自己的情緒跟反應會在某一個條件之下被激發。很多時候可以去注意到自己的很多反應，自己的這種憤怒或者是焦慮或者是不安是自己的本性，還是因為被某個條件給影響的反射。比如像我自己很明顯，如果我對某一個人不滿，我看到他的所有東西，我就會立刻被激發這個憤怒的反應。但憤怒不是我自我，那是我被激發所導致的。我非常喜歡在英文有一句話，它就是說 That's not who I am, that's not who I became 或者是 become，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的反應不是我們自己，而是被條件所激發的。对這一些東西的觀察都非常重要，因為只要我們對生命有更多觀察，發現到自己是受各種因緣條件所影響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對於那些因緣條件有更多的理解，同時也能夠對於除去這些因緣條件之後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有更多的體悟。像這樣子的練習你也可以用在社交媒體的這種身份上面，觀察你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裡面你會呈現出的樣子是什麼，分析到底想要呈現的那個樣子裡面哪一個是真實的自己。像我自己就有這種困擾，有時候我想要說一些真心話，我其實不知道放哪裡。我發在粉絲專頁很奇怪，因為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變成非常多人關注的一個
比較指標性的地方。我也沒有什麼個人的一個小號啊真的地方，所以我就會想說，我在每個地方想要呈現出來的不同的原因是什麼？那真實的自己在哪裡？或許你都会有答案。你会发现真實的我，有可能某個時間段你覺得，我在這個地方說的是真實的話，可是過了一個時間段又不是了。有些時候你在某個人面前能夠表現出真實的自己，過了一段時間又不是了。到底所謂的真實的我在哪裡？我們不會有答案的，但是僅僅是開始探索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開始練習這種如影的自我觀察，可能會帶來的一些正面影響，包括減少對於固定身份和自我形象的執着，被某種固定身份綁架的執着會因此而減少，增加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減輕社會評判和比較帶來的某種焦慮感，培養出一種依賴而不執着、連結而不限制的一種關係觀念。我自己覺得緣起的這樣觀念以及緣起的觀察對我的生命幫助很大，原因在於當我們開始做緣起的觀察以及緣起的關注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到生命的很多事情大家都蠻無奈的，你會發现到很多事情是因缘條件所造成的結果，其實沒有任何人去指責，你也沒有任何應該要去抓住的某個大魔王。生命的很多重要的決策都是在很細節的當下，我們的某一些選擇所造成的，所以更重視自己的言語、行為跟思考，會產生這樣子的一種正面影響。這是我的體驗。如果想跟我一起在21世紀學佛，歡迎下載我們的本師指南針 App， 裡面有100堂佛學基礎音頻課程，各種課程和工具，還要加入66年前 Line@，關注我們最新學習資訊。那我們下次見，拜拜。